台湾不是最糟的。2009年9月到10月间，菲律宾连续遭遇到4个台风侵袭，家园还来不及重建，又遭逢新一波的灾难。这是菲律宾风灾中人们最难忘记的画面。我们就这么旁观着大自然把一个一个生命从眼前带走。原本的10几个人，最后只剩下三三两两渺小的黑点。一条桥成了人与世间道别的地标。马尼拉街头到处是风灾留下来的印记，市区等待清理的垃圾超过2万公吨，孩子们与垃圾共处。为了平息民怨，菲律宾总统开放金碧辉煌水晶灯式的总统府，成为史上最豪华的灾民收容中心。即使无台风警报的平静日子，地球仍有灾难。土耳其9月某一天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不到2个小时就湮灭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伊斯坦堡古城。行驶道路中的公车灭顶，本来只是小妹休息的卡车司机，全都来不及逃生。原本互不相识的陌生人，为了生存，也是为了了不起的人性，在街头上彼此协助。同一个时间，地球另一端翻转陷入严重干旱。联合国估计，东非之角，2009年共有2300万饥民，无水无粮，其受难人数与惨状，远超越过去任何非洲战争所带来的灾难。这是《New York Times》9月7日所刊登的非洲灾民照片。照片中的他说：“我不是很老，只是很饿，很渴。”2009年，森林野火从澳洲、美国、希腊蔓延至每一块干旱的国土。
2009年中，地球向工业革命发源地发出重大讯息。先是秋天不见了，枝头上明明还挂着绿叶，却已是大雪纷飞。Dla mnie zdecydowanie za wcześnie, za wcześnie. Co najmniej jeszcze aż 20 dni mogłaby poczekać. Jesteśmy tu na krótkim wypoczynku i chciałabym jeszcze trochę pospacerować jesieni obejrzeć. 气温瞬间骤降到0度以下，估计2009年秋天只有35天。气候专家说，长夏、短秋，然后是长冬、短春，这将是我们未来地球的新四季变奏曲。圣诞夜前夕，天主更将他的祝福转为警语，苦了不知所措的欧洲人类。许多地区气温直逼零下22度，甚至40度，宛若一片南极的大极地。横跨英吉利海峡，连接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的高速铁路“欧洲之星”，在大雪纷飞的耶诞节前夕，成了欧洲旅人的噩梦。5列欧洲之星列车陆续出现电路故障而抛锚，2500名乘客受困隧道。原本只要2个小时的车程，足足待了16个半小时。车上的乘客宛如陷入恐慌的黑洞。No food, had no blankets, anything. A little bit of water they gave us. No real information. Rubbish. 终于，一个启动工业革命，相信人必可战胜大自然的起源地，也在大自然面前倒下来了。